家好，宠粉的一太又来了。都说舆论是个圈，再怎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可能有一段美丽的故事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有些明星是真熟，有些却是不熟硬要装熟，结果转头就被啪啪打脸，还有人被保镖查出去，场面极度尴尬。今天咱们就重点来看看那些不熟硬要装熟，结果被打脸的明星吧。王鹤棣最近可以说凭借苍兰诀强势出圈，天选 BKING 东方青苍不知道迷倒了多少人，可人红是非多也是铁律。这不，他不熟装熟的视频就被扒出来了。和沈月合作《流星花园》后，他们走红毯时，无数动图都让网友感觉出来鹤棣对沈月的关心，怕沈月穿高跟鞋跟不上就放慢脚步等他，想牵沈月，但沈月在提裙摆，还担心他走不稳一步三回头，比男朋友还贴心的样子。可是后来参加综艺《亲爱的客栈》，俩人看着一副欢喜冤家好朋友的样子，沈月却直接脱口而出不熟，真的不熟，两人拍完戏就没有联系过，所以是鹤棣自作多情。陈小春、谢天华在综艺大湾仔的夜也玩了一把不熟装熟。某期节目他们迎来了61岁的嘉宾惠英红。进入节目以后，几位香港老乡见面一顿寒暄后，看见几位男艺人煮饭十分艰难，惠英红都想下厨房给他们煮饭。看着如此亲密的关系，一深聊，惠英红却说与陈小春已经14年未见了，也就是说两人自2007年合作铁嘴银牙饰演母子后就没有联系过。两人都在娱乐圈不可避免地出席过同一个活动，又同在香港14年没有见，明显就是看到了招呼都懒得打的关系。陈小春也回应，几年前在三亚有看到过惠英红，但绝对没有打招呼。这两人私底下关系可以说形同路人，而惠英红与谢天华在节目上比跟陈小春还热络，像老友一般，结果也是8年都没有见过，他们竟然在节目上亲亲热热，还非常自然，真的不得不佩服明星的表面功夫了。有些明星不熟还能表演得很热络，至少可以骗过观众，有些则是连装都懒得装了，比如尚雯婕和许飞。2020年一档主打怀旧煽情的综艺节目《王牌对王牌》，请到了06超女冠军尚雯婕。为了给尚雯婕制造惊喜，节目组还聚集了06超女的其他参赛选手，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许飞、丽娜。当想唱就唱的背景音乐响起时，许飞等超女走上舞台，尚雯婕也非常配合地露出惊讶感动的表情，甚至蹲在台上大哭，还表示非常想念这些朋友，但因为他们聚会从没叫过自己，所以一直未能重聚。按照正常的节目流程，此时超女们应该抱着哭成一团，然后回顾当年为梦想拼搏的日子，将观众也弄得泪眼婆娑，就可以完结撒花了。但偏偏许飞却不按常理出牌，将惊喜变成惊吓，直接抢过话筒声讨尚雯婕。请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，我们这些人中谁有你的微信？微博私信你也从不回复。面对许飞的咄咄逼人，尚雯婕显然有些猝不及防，最后不得不以没看到私信的理由尴尬解释，但许飞显然并不满意，接着对道：因为其实我们有剧，但是只是我们总是没有你，所以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弄丢呢？据现场参加节目录制的观众透露，许飞还说了许多狠话，让沈腾、贾玲等常驻嘉宾都惊呆了，躲在后面瑟瑟发抖。不过沈腾等人毕竟是久经沙场，错了之后也是敬业的及时救场，嘻嘻哈哈的转移话题，这才结束了这场尴尬到脚趾抠地的见面会。但这期节目播出后，尚雯婕与许飞不熟装熟现场打脸的名场面也是惊呆了众人，除了不联系，还有删好友的操作。刘嘉玲与杨颖曾共同出演徐克的《神都龙王》，开发布会时两人十分亲热，刘嘉玲大赞杨颖非常美丽，悟性也高，并且以前也很多次同框在不同的活动现场，还一起拍照。但随后在综艺中，杨颖大吐苦水说，在三亚碰到刘嘉玲想发信息问候一声，结果显示对方已经不是你的好友，把他删掉了。也不知道杨颖说出来是想内涵刘嘉玲什么。刘嘉玲听到杨颖的抱怨就回复说自己换号码了，虽不知道这个借口是真是假，但绝对是塑料球没跑了。陈志朋就更丢脸了。2021年，他在超话艾特嫌与他同框的刘嘉玲，并发文称：“咱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吗？”照片中的陈志朋侧脸确实与刘嘉玲非常相似，但人家刘嘉玲呢，显然并未将陈志朋的示好看在眼中。几天过去都没回复，当时有粉丝为陈志朋开脱，嘉玲姐姐太忙，后台艾特太多，看不到也属正常，事情本就这样过去了。结果在一档节目中，陈志朋与刘嘉玲恰好同框，当时主持人金星指着陈志朋询问刘嘉玲：“你看他变化特别大，你可能认不出来。”结果耿直的刘嘉玲直接满脸问号的问：“
谁？苏志鹏，连名字都不知道，姓氏都喊错了。看来刘嘉玲是真的完全不认识陈志朋。这时再回想陈志朋之前自来熟的艾特刘嘉玲的超话，这打脸真是啪啪的。钱枫和汪涵就更耐人寻味了。钱枫曾在节目中问汪涵为什么把他删掉了，汪涵说删掉你算什么？陈坤、范冰冰他都删了。陈坤、范冰冰删没删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汪涵跟钱枫同台合作10多年，还有每周主持的节目《天天向上》，这么多工作交集，这删微信的操作是绝对对钱枫有意见。而后面钱枫爆出的丑闻来看，汪涵怕不是早就知道钱枫的德行。看亲子新电影上映进行宣传，节目组让他给同剧组的演员一起聊天。他先给某男星打电话，但没接听，随后发信息给张子枫，手机却显示张子枫已经把看亲子删除了。两人聊天页面显示两人还有聊天记录，发消息才被删，肯定是不小心不知道是谁才删的。张子枫这拍完戏就立马删人的操作，让看亲子的表情简直红绿相间，尴尬到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只有面部极其不自然的露牙咧嘴。删除还可以重新加上，拉黑的操作才是决绝的。王鸥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时，何炅说谢娜直接拉黑他了，因为伪装者入戏太深，看王鸥折磨胡歌极其不爽。下午彩排时也对王鸥不阴不阳，听说王鸥脚受伤了还特开心。同在娱乐圈，谢娜也演过戏，不至于这么极端吧？那么多阴狠的反派角色来参加快本，怎么不见谢娜这样的态度？这话听得王鸥都笑得一脸勉强，一看就知道两人私下的关系不咋地。更好笑的是，佟丽娅和王耀庆两人在2015年合作《产科医生》时，营业关系看着那叫一个好。结果后来两人再次合作，佟丽娅在节目中直接亮出王耀庆把她拉黑的截图质问，她一直觉得两人关系挺好的，为啥王耀庆把她拉黑？但王耀庆半天说不出理由，最后佟丽娅只能给自己找台阶下说，因为她经常改昵称，昵称很奇怪，王耀庆觉得不正经才拉黑的吧。王耀庆也是顺着台阶下了，说自己记忆不好，看得一阵尴尬好笑。陈建州就更厉害了，他有个外号叫装熟狂魔，和各路人马装熟是他的能力之一。2011年，陈建州和范玮琪的婚期是先定下来的，突然大 S 遇见了汪小菲要闪婚，而陈建州是以娘家人身份出现，主持整个场面的。他推迟了自己和范玮琪的婚礼，为了大 S 忙前忙后。到了2个月后，他自己的婚礼伴郎易水的大牌，王力宏、彭于晏、高以翔都是他的球友。他发表在微博的这张照片，主角像是王力宏和他，新娘极不起眼的被挤在角落，只剩下一个头。洞房花烛夜，他是和王力宏一起度过的，婚礼请了2/3娱乐圈的人。到了大小 S 的真人秀，陈建州来探班，大 S 马上就跳到他身上亲密熊抱，这些是他的真熟人。早期他含情脉脉吻过罗志祥，连蔡康永他也不放过，这些属于强行熟悉的。和周杰伦路边撸串这个画面很多人都看过，大家用来佐证他和周杰伦多熟。其实拍他们的摄影师陈建州早就安排好了，撸串前他还把周杰伦带到了一个奶茶店，周杰伦一直好脾气的配合着，奶茶店马上就发宣传要 get 杰伦的同款吗？再一查，这家奶茶店有陈建州的股份，甚至连贾乃亮都帮他拍了宣传视频，他们熟悉吗？只有装熟的狂魔自己知道吧。2011年，颖儿与刘恺威合作出演的电视剧《千山暮雪》掀起不小的热度，戏中你跑我追的霸道总裁戏码看得大家欲罢不能。戏外两人假戏真做的恋情传闻也是甚嚣尘上，但实际上当时的刘恺威正进行着一场地下恋情，对方女主角正是当红顶流小花杨幂。2012年，刘恺威与杨幂的恋情曝光，2013年两人决定走入婚姻的殿堂。当时有媒体采访到曾与刘恺威传绯闻的颖儿，原想套他对这段恋情的看法，未曾想颖儿不但直接以杨幂好友身份自居，并且爆出一个大瓜，刚刚公开他们婚讯的时候已经知道杨幂怀孕。因为颖儿的爆料，杨幂一下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原本为爱结婚的人设被推翻，未婚先孕的遮羞布也被扯了下来。好在杨幂方也不是吃素的，宣传人员很快发文，先是否认怀孕，接着又表示与颖儿算不上好友，这脸可以说是打得啪啪的。俞灏明就更尴尬了。2017年的某一天，他与刘烨在机场偶遇，因为之前签约同一家经纪公司，俞灏明自认为与刘烨相熟，在看到刘烨的一瞬间，想也不想就上前抱住了他的胳膊。结果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刘烨根本没认出他是谁，不但没有回应他的热情，反而用力甩脱胳膊。一旁的助理兼保镖看到了，也立刻上前护住。
你还知道哪些明星不熟装熟的打脸瞬间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一太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。